現代軍艦最大的問題是什麼？有人說是反艦飛彈的飽和式突防，但是協同交戰和定向的攔截已能化解。也有人說是前艦的深海靜默，但是無人反潛艦與智能聲納陣足可壓制。事實上，你可能不相信，最大的問題是人數。當適齡青年持續減少，徵兵池逐年萎縮，再先進的戰艦也會陷入有艦無人的困境。而這道裂痕在日本已經格外刺眼，因為少子化加劇，海上自衛隊連主力艦艇編滿出海都變得困難。也正是在這樣的无声危機中，最上级巡防艦以一種極為極端的自動化思路被推到了台前。那麼問題來了，日本的最上級到底強不強？台灣能否買得到呢？為什麼這樣一款看似中規中矩的巡防艦能力壓造船老牌強國德國，搶下澳大利亞上百億的大單？答案可能你不敢相信，不是因為火力多猛，而是因為它解決了一個现代海軍最致命的危机——缺人。一提到軍艦，很多人習慣去翻那些死板的數据，長多少、寬多少、吃水多深，聽起來就很枯燥。而今天的最上級，這些都不是它的關鍵。其實要看懂最上级巡防艦，只需要弄明白它設計上的兩個核心思路，一個是外觀，一個是內部。先說外觀上，傳統的驅逐艦桅杆上通常密密麻麻地掛滿了雷達、天線和感測器，看起來像個長滿刺的刺蝟。而最上級的桅杆是一個平滑的圓錐體，日本工程師把它叫做獨角獸集成桅杆，通訊天線、資料鏈、電子戰系統，還有 X 波段的相位阵列雷達，全被收纳進了這個封閉的罩子裡。這麼做是為了實現射频匿蹤。在現代海戰中，雷達截面積越小，戰艦被反艦飛彈鎖定的概率就越低。去掉了雜亂的天線，這艘5000多噸的軍艦在雷達熒幕上的反射訊號，可能就跟一艘小漁船差不多。這是實實在在的生存能力。而內部構造就是它能省下1半人手的秘密。一艘傳統的5000噸級戰艦想要維持全天候作戰，通常需要200名左右的水手，因為各部門是分開的。開船的在艦橋，打飛彈的在戰情中心，管發動機的在輪機艙，大家靠着內部電話來回溝通。由于兵員短缺，30重工的工程師重新設計了一套先進綜合戰情中心，這裡沒有傳統軍艦那種壓抑的小隔間，四周是一面360度的環形全景螢幕牆，航海駕駛、雷達火控、動力監控，包括火災損管，全被整合進了這個大空間。中間擺放着觸控台和大型戰術顯示桌，系統還引入了增強現實技術，外面的高清攝像機會把軍艦四周的無死角畫面及時投射到環形螢幕上。AI 演算法會自動在畫面上做標記，哪裡有友軍，哪裡有飛彈，哪裡有暗礁，直接高亮顯示出來。靠着這種系統整合，軍艦內部的溝通成本大幅降低。日常航行時，傳統艦橋需要7、8個人盯着，而最上級只需要4個人就能把船開走。全艦的常規編制被壓到了90個人左右。可以說，最上級把現代造船的自動化理念發揮到了一個新高度。面對這種能夠大幅減少人力的成熟技術，正處於新舊戰艦交替期，面臨防務壓力的台灣，自然有充足的理由去關注。那麼台灣能不能買最上級呢？能買的話，後期的訓練保養、零件更替怎麼解決？如果不能買，那還有什麼辦法讓正在規劃的6000噸級新艦拿到這些技術呢？台灣的海上力量這幾年在換代的問題上走得非常艱難。主力巡防艦諾克斯級服役了幾十年，設備嚴重老化，早就到了該退役的年紀。為了頂上這個火力空缺，台灣原本計劃自己造一艘4500噸的新一代巡防艦，但造軍艦不是搭積木，這是一個非常嚴謹的工程。相關研發單位在研發主動相位陣列雷達時遇到了一個死結，雷達體積太大，重量太重，如果硬塞進4500噸的船體裡，船的重心就會不穩，出海容易遭到危險。因為這個跨不過去的工程瓶頸，整個造艦項目在原地停滯了好幾年，面臨着新老戰艦接不上班的巨大危機。面對這種困境，台灣的造船業並沒有死等，他們先是退了一步，把預算拆分，找了美國的吉布斯與考克斯設計公司幫忙，先趕工造2500噸的輕型巡防艦來救急。穩住陣腳之後，到了2026年，那個擱置的造艦計劃終於迎來了轉機。這一次預算全面重啟，造艦的思路也徹底打開了。既然4500噸裝不下雷達，那就直接把噸位放寬到6000噸級。船體一放大，很多技術紅利就顯現出來了。從目前公布的規劃來看，這艘新艦將搭載美國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 AN/SPY-7 先進雷達，換上更強的垂直發射系統，甚至預留了雙機庫，準備搭載反潛直升機和先進的 VBAT 垂直起降無人機。從這套紙面數據來看，台灣終於有望擁有一款屬於自己的一流戰艦。但圖紙畫得再好，真要動手造一艘6000噸級高度自動化的大艦，
內部管線怎麼排布，引申桅杆怎麼設計，全艦的損管和戰情中心怎麼整合，這些底層的系統工程依然需要頂尖經驗的指引。這時候，很多人自然的就想到了日本的最上級巡防艦。既然日本現在已經放寬了防衛裝備的出口限制，連致命武器都能賣了，能不能乾脆花錢直接向日本三菱重工買幾艘現成的最上級呢？答案很直白，不能。無論從日本賣家的角度來看，還是從實際看，這個選項的可能性是零。我們來看看雙方各自面臨什麼問題。日本這邊雖然放開了武器出口，但他們定了一個非常嚴格的白名單，成品軍艦只能賣給和日本簽了官方防務轉移協議的16個特定夥伴。而且最上級可不是什麼退役的二手船，它是日本海上自衛隊現在正在大批量下水服役的絕对主力。如果把现役的主力艦整船賣出去，這就意味着軍艦上的雷達參數、聲納頻率、電子對抗的程式碼，這些最核心的機密全都要交到買家手裡。對日本來說，賣武器賺錢雖然重要，但要把现役主力艦的機密交出去，承擔泄密風險，他們內部的防務安全評估是過不了關的。再看台灣這邊，其實就算日本能賣，最好也不要買。如果放棄自主造艦去買日本的整船，不僅受制於人，後續的維修、零件替換都會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長期建立起來的造船工業鏈也會遭到嚴重打擊。但是不要急，因為完全有更好的方法。我們往下看，既然整船買賣走不通，那這艘6000噸新艦的自動化難題怎麼解？買不了船可以請專家呀。台灣在這方面是交出過成績單的，在建造海鯤號潛艦的時候，面臨的外部限制比水面艦艇還要大。台灣造船廠通過商業操作開出高薪，在全球招募了一批退役的海軍專家，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來自日本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的退役潛艦工程師。這些人以私人商業顧問的身份指導了潛艦的耐壓殼焊接和降噪設計。這種不買零件只請專家的做法，完全符合現行的商業法律，也沒有觸碰日本武器出口的紅線。現在造6000噸級的巡防艦，難度雖然比潛艦低，但對自動化的要求很高。無論海鯤號有多大的爭議，但它確實是台灣自己研發組織制造的。而在船艦上，完全有理由再複製一次海鯤模式。那些參與過最上級巡防艦設計，知道怎麼把200人的工作量壓縮給90個人，熟悉戰情中心一體化布局的日本退役專家，一旦以商業顧問的身份加入台灣的造艦項目，台灣的這艘新一代巡防艦在管線布局、損管邏輯和自動化架構上，就會自然而然地吸引到先進造船哲學的經驗。實體戰艦運不過去，但那些退役的大腦和他們腦子裡的工程智慧，早就通過合法的商業合作完成了技術轉移。最上級可以稱得上是亞洲最強。而面臨海軍裝備老化嚴重的澳大利亞，在日本和德國的方案中不斷糾結。那麼日本巡防艦是怎麼在商業競標中從德國手裡贏下澳大利亞100億大單的呢？剛才我們在前面說，因為種種限制和泄密風險，台灣地區買不到日本的主力艦。那你可能會問，那澳大利亞在今年的 SEA 3000造艦計劃裡，怎麼就能花上百億澳元買下日本的船？這不矛盾嗎？因為澳大利亞買的根本不是日本海上自衛隊現在正在用的那批现役最上級，他們看重的是在最上级的图紙基礎上拉長放大之後的升級版最上級。說是升級版，其實是為了不泄露各項機密數據的外贸版，這等於是一套專門為出口和未來升級準備的全新圖紙。船體的底子、平滑的引申桅杆、能省下1半人手的高自動化战情中心，這些優秀的設計全保留了。但裡面具體的雷達頻率、電子戰程式碼都可以根據澳大利亞的需求重新定制。日本既不用賣现役軍艦去承擔泄密的風險，又能把造船的錢賺到手。弄清了這個前提，我們再來看看澳大利亞為什麼在這個上百億的計劃裡偏偏看中了日本的方案。原因很簡單，澳大利亞手裡那些老舊的安扎克级巡防艦快要退役了，面對現在的海上環境，這些老船的火力和生存能力都不夠用了，他們急需是一艘能跑遠洋而且防空火力充足的新戰艦。在招標的時候，來競爭的都是世界頂尖的造船大廠。當時德國的蒂森克魯伯海洋系統公司拿出的方案水平非常高，澳大利亞官方对德國的方案其實是十分認可的。那為什麼最後贏的是三菱重工？答案就3個字：確定性。現在的全球造船業面臨着一個普遍問題，很多國家的造船廠產能排得很滿，造一艘新軍艦通常會拖延時間，有的還會超預算。但日本造船廠的建造節奏非常穩定，他們在向澳大利亞推銷的時候，底氣就是那張已經成熟的圖紙。我們在最上級的基礎上做升級，不需要從頭摸索。最打動澳大利亞的是交艦的时間，日本明確寫在合同裡，第一艘船保證在2029年按時交艦。這個時間點比澳大利亞原本的計劃提前了整整5年。在防務需求比較急迫的今天，一艘能按時交艦，馬上就能開出去用的戰艦，比那些還在圖紙上的方案管用得多。
當然，這筆百億大單不是光買幾艘船那麼簡單，它背後還藏着一套雙方都不吃虧的算盤。按照計劃，這11艘船裡，前3艘直接在日本的造船廠造，保證最快速度交建。等到了後面的8艘，造船的工作就會轉移到新澳大利亞的本土造船廠去完成。對澳大利亞來說，這筆錢花得很值，把船拿回自己國家造，能在未來幾十年裡給當地創造成千上萬個高薪的工作崗位，還能把澳大利亞自己的造船工業鏈重新帶起來。這是一個商業和工業上的雙贏。那麼，這艘賣給澳大利亞的升級版最上級和日本早期造的那些版本相比，到底增強了多少？交到澳大利亞手裡的新型 FFM 和早期的版本到底有什麼不同？早期最上级巡防艦更像是一個大洋上的多任務巡邏員，順帶執行一些掃雷任務，防空能力有，但只能算夠用，絕對算不上強悍。但是現在的海上局勢，空中飞彈的威脅越來越大，光靠防守巡邏已經行不通了。為了應對更遠距離的威脅，日本把這艘船進行了拉長和放大。船體拉長，满載排水量直接跳到了6200噸左右。船体變大不是為了看着气派，而是為了装下更多的重火力。早期的最上级垂直发射系統只有16個單元，甚至在前幾艘船剛服役的時候，為了省錢，連這16個發射坑都沒裝，甲板空着一塊就直接出海了。16個單元在現代高強度的海戰裡是什麼概念？你裝了幾枚反潛飛彈，防空飛彈就不夠用了，打一波消耗戰就得往後撤。但到了新型 FFM， 火力要求完全变了。垂直发射系統的數量直接翻倍，變成了32個單元，發射單元多了1倍，裝的武器也換成了重火力。防空方面，準備裝上最新型的中遠程艦載防空飛彈，直接把防空的保護傘往外撐開了一大圈。對海打機上也會換上升級版的反艦飛彈，打得更遠更準。這等於拔掉了以前的小牙籤，換上了重炮。這艘船直接從打雜的變成了一個能在艦隊裡承擔區域防空任務的主力戰艦。除了火力變猛，這艘船的定位也發生了變化。在未來的海戰裡，它不再是一艘單打獨鬥的船，而是被設計成了一個網絡節點。軍艦的甲板和後艙留出了充足的空間，專門用來操作水面無人艇和水下無人水下載具。一旦戰爭打響，這艘6000多噸的軍艦可以躲在安全的距離外，把空中的無人機和水下的無人載具放出去，靠着這些無人裝備在前面當眼睛和幫手，進行超視距的偵察，甚至是開火。這其實代表了未來海戰的一種新思路。把人留在安全的後方，用最少的船員去控制最多的无人武器。回過頭來看，最上级巡防艦的演变和出口，不僅是日本造船工業走向世界的一個破冰動作，它更像是一個標杆，向全世界展示了現代海軍是怎麼通過系統整合，把200人的活交給90個人幹的。很多時候，我們去評價一艘軍艦，總是盯着那些看得見的鋼鐵外殼、大口徑火炮或者雷達的面板大小。但其實，真正決定一艘軍艦戰術上限的是那些看不見的內部管線布局、自動化程式碼以及戰情中心的整合邏輯。實體的鋼鐵戰艦會被出口條文限制，會被卡住脖子，沒法直接跨越海洋運交到買家的手裡。但是那些藏在戰艦背後的現代海軍工程學智慧，那些親自參與過先進軍艦設計、經驗豐富的退役工程師，他們腦子裡的知識早就通過合法的商業諮詢和技術外包，悄悄跨過了海峽的阻礙。對於台灣正在推進的6000噸級新一代巡防艦來說，外聘專家不僅是一個符合现實的選擇，也是一條已經被潛艇項目驗證過、確實走得通的路徑。好了，關於最上級巡防艦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別忘了按讚、訂閱，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你認為海灣新艦能比肩最上級嗎？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